就是想问问你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你可能和被告认识。认识？嗯。他跟你是大学同期，低你2届。他也是恒大的。没错，他叫陈思思，有印象吗？我正在跟他一起吃甜品呢。看来从之前网上泼脏水到今天的偶遇，可能都不是巧合。网文圈里都懂的套路：抄袭小透明，剽窃别人的创意，再塞点钱让对方闭嘴。这虚假的声明，温香是把网友都当傻子吧？1年不写东西，到底是灵感枯竭还是没得可抄了？以前那些作品真是他自己写的吗？学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看你脸色怎么不太好？学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学妹，你是不是在千和网有个叫苏成的笔名啊？啊，学姐你是神仙吗？我不是神仙，我是温香。直接坦白局啊！我干脆找个法官来这儿给你俩开庭得了。学姐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哎呀，你说这世界也太小了吧？那微博上我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妈，啊，我冷静一下。学姐，不是，你看，这事儿误会大了。我要是早知道温香是你，我肯定不会发那条微博的。是吗？嗯，为什么呢？你肯定不会干抄袭这种事儿啊。学姐，你是不是把我给告了？你看，这误会可闹大了。我要是早就知道苏晨是你的话，那我就早点告了。本来也是我做的不对，学姐。我也没有想把事情闹大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是误会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考虑和解。真的啊，学姐，那太好了。这事要是让我爸知道的话，他得骂死我。要是石灿也知道了，那他得多为难呀。学姐，你要是愿意原谅我的话，我一定公开向你道歉，争取消除对你所有的负面影响。我以后绝对再也不犯蠢了。你就是让我当牛做马，我都愿意。你也知道你做人不行啊，多大的事儿啊！但是和解程序我确实不太懂。和解当然要跟律师谈啊，关键我们不懂流程，万一谈错了，那不是给以后制造麻烦？也是，官司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自己能说了算的。你明天有空吗？明天，我明天公司可能要开1天会，我可能走不开。学姐后天可以吗？也行。那法庭那儿，我可以让他们暂缓流程，你不用担心。加个微信吧，方便我们后面联系。好。这是整理好的和苏晨的对话内容，
辛苦两位律师看一下。从对话内容判断，岑思思可能真的不知道你就是温香。不一定。事情比较复杂，明天当面聊一下吧。两位什么时间方便？明天下午1点可以吗？我这边没问题啊。许律师，推迟4个小时。啊？你那边岂不是凌晨啊？时间上午都可以的，以许律师为准就好。行，阮月，那明天咱们就下午5点公司见。许律师应该是睡了吧，他那边已经凌晨了。嗯，也是。那咱不等他了，没事。许律师不在，这不还有个刘律师呢吗？是吧？那咱接着昨天的话题聊。好。岑思思给我的感觉是有些用力过猛的。在我跟他说我是温香以后，他下巴突然猛地磕到玻璃杯上，眼睛都痛得开始闪泪花了，揉了好半天才说，不会是开玩笑吧什么的。还有，他被戳穿了以后，满脸通红，拼命的用手扇风。这些动作在当时看起来只是显得他很震惊，但后来我越琢磨越觉得不太对劲。你的意思是，他都是演的？他应该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直接的摊牌，所以他那些夸张的动作，我觉得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，好为自己的反应多争取一些时间。所以，我认为他还有后手。后手？会的，哪有那么多后手啊？你们这作家是不是想象力太丰富了？可是他的那些行为确实让我……许律师，你怎么回国了？你不说律所见吗？这什么呀？岑思思的后手。这也太绿茶了吧！不好意思啊，有点激动。绿茶是你照照镜子就知道了。不过我有个疑问啊，你们是怎么联系上写诗人的？我之前联系过他，他总是神神秘秘的，最多也就只愿意出一个声明。现在他居然能配合你们当卧底。我们是专业的律师，当然也要有一些专业的办法了，要不然你这代理费我们不是白拿了吗？那像岑思思这种故意上门挑衅，而且明里一套背后一套的人，请问两位专业的律师，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应对？等会儿他要是问你接下来怎么办，你就说拉黑被告，出清。为什么？拿出点律师的专业精神来好吗？这种时候应该再做一次网络证据保全。我知道，你按我说的答就行了。
要是真的很讨厌这个岑思思的话，直接给她拉黑也行。你小学生啊？现在证据都给你送上来了，当然是要协助当事人再做一次网络证据保全。这俩人的关系，对呀，对。刘律师有句话，我确实不应该说。不过你作为我们律所的合伙人，确实应该再提升一下自己的办案能力和业务水平了。以你目前在这个案子上的表现来看，我建议还是由我来做主要对接。已经这么剑拔弩张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刘律师，别往心里去。许怀颂啊，你个老狐狸啊！谢谢两位律师了。他的电话有吗？岑思思的吗？对。有。录音取证，会吗？你是说岑思思还不知道自己被写诗人出卖了？我可以假装不知情，向她套话。嗯。不太会。徐律师能教教我吗？如何有效地进行电话录音？我们要试图去引导对方在第一时间就确认身份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说不能跟他绕太长的时间，要尽快引他说出重点。没错，所以有信心吗？我大概了解他的心态，可以试试。啊，明天中午12点的时候，我给他打电话，那个点呢刚吃过午饭，脑供血少，他的反应力会下降，没准就不容易起疑心了。月月，那明天你吃完午饭以后，你的思考能力会不会也下降啊？别担心，刘律师，我可以提前吃饭。行。那我打了。你好，我是阮玉，请问是岑思思吗？我是学姐，我存过你号码了。身份确认。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方便的，你说。是这样的，本来和解的事情，我打算请律师和你谈，但我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应该先跟你聊一聊。其实前段时间有家影视公司跟我聊过版权改编的事儿。是这样的，他们希望我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件丑闻，否则的话，影视改编也会被搅黄。学姐，我这里信号不太好，要不我们还是当面聊吧。1点在南湖茶餐厅见，怎么样？离你家也挺近的。好，我们一会儿见。他好像有所警觉了，从这里去南湖餐厅大概需要20分钟的时间，我现在就过去吧，以免出岔子。你一个人能行吗？应该没问题吧？机会只有一次，我陪你去。录音笔，上推录音，下推保存。
谢许律师。本来觉得打电话套话也没那么难，但是真要见面了，感觉心跳都加速了。做套眼保健操吧。啊？你小说里好像有写，看起来有用。对不起，签错了。签错了。那对的人是谁啊？渣男。小说嘛，都是骗人的。做眼保健操是骗人的，还是喜欢我是骗人的？眼保健操管什么用？那天明明是骂了他100遍渣男，才成功冷静下来睡着的。师姐，谢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跟你当面解释。思思，我考虑过了，和解没有问题。但是我现在的律师不只代表我的个人立场，还要为影视方考虑。为了不影响这本小说的影视改编，他们要求你在道歉声明中承认自己不仅发布过污蔑我的长微博，也曾煽动水军攻击过我。我没有啊，学姐。啊，我也知道发这样的声明确实是挺难为人的。但影视制作公司的意思是和解不成就继续起诉。可是学姐，我真没要故意攻击你。我当时发那篇帖子的时候，是因为我真就是那么以为的。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你就是温香啊。后来那篇帖子他自己发酵到那么高的热度，跟我真没关系，那就是网友自发的行为。思思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做过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的。你就算现在不承认，等之后调查起来也会被发现的。咱们呢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，你是我的师妹，我当然不想把事情闹得太不好看。那学姐，你能不能先撤诉啊？你看你撤诉了以后，还是可以找律师把事情查清楚，咱们庭下和解，和和气气的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这倒也是个办法。可万一我撤诉了，有心怀不轨的人给我挂一个心虚的名头，再怂恿写诗人起诉我的话，那可怎么办？学姐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
如果对话陷入僵局，可以跳脱出原本的思路，尝试换个话题带动他的情绪，让他放松警惕。思思，其实我最近过得特别不好。我知道，以现在的这种情况，别说影视版权卖不出去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网站跟我解约也是分分钟的事儿。怎么会呢，学姐？你可是网站的摇钱树。现在作者一茬接一茬，很快的。等我被清河网踢出了局，别的网站肯定也不会再签约我了。学姐，你多虑了。就算真有那么一天，至少石灿他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毕竟你当年在学校那么关照他，对吧？他现在那么忙，不会顾得上这种小事儿的。我本来还想，只要真的是你买的水军，有石灿这层关系在，至少我还可以求求你。那不然，学姐你就求求我呢？真的是你？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温香是我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你不也没信吗？你不是说，在大学的时候，是在杂志上看到我发表的文章才有的文学梦吗？你未免也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了吧？从那时候就开始抄了吧？一篇抄袭的文，凭什么数据那么好？我就是想让大家看见真相，就是没想到，学姐你也太不堪一击了。我不过就是买了那么一点儿水军，你就不行了？姐姐，对不起。手机好玩吗？还行，你没玩过。借我玩会儿呗。人赃并获，啊，狡辩不了吧？拿来吧。主任，许怀旭，你太过分了！你真够仗义啊！你把我手机给老师。这手机是你的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正是在下。没想到啊，你还喜欢男明星抛媚眼呢。都不许笑！嗯。这是我的自由。哦，自由是吧？这还有字儿。哎呀，石灿，石灿，我爱不变，这也是你自由啊？
这也是我写的，也是你写的。哎，我就纳闷了啊，你手机的屏保为什么设他和男明星的合照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磕 CP 呢？什么话都能接是吧？都不许笑！你们两个跟我上办公室，放学不许回家，把父母叫。请先登录华为账号。登什么账号？谢了啊。谢什么？又没帮上。说的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你竟然说我和李世灿是搭档。那花是阮玉特地买来感谢你的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你塑造的人物心理是爱无情，那对方并不是。写诗人的男主是早就知道女主要路过艺术馆，刻意表现了这一出的。是我先入为主了，我忘了他把男主改编成心机男了。心机是贬义词吧？老公，你在家吗？啊？阮玉，对，我已经快到家了。啊，好。什么？你在路口接我？好。我还有5分钟就到。终于找到你了，徐某人。但你好像也找到他了。